了！干嘛呢？顾威皇，37天已到，你下毒害人的事证据不足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狱吧。我叫顾辉煌，是顾家的亲儿子。3年前被顾家找回，还成了顾老爷子指定的唯一继承人。我渴望亲情，用房子、车子、公司百般讨好顾家人和未婚妻，但他们却因养子顾青书一次次伤害我。1个月前，更是把我送进了监狱。没有，我没有给青书下毒。爸，妈，姐姐。陈干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给青书下毒，你救救我！辉煌，今天你出狱，正好跟青书的继承大典冲突了。你爸妈和姐姐们都去宴会招待客人了，我也是百忙之中才抽空出来接你的。我现在带你过去宴会大厅。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？被关了足足37天，还没有改掉你的坏毛病。如果当初不是你给青书的蛋糕下毒，让他差点丢掉性命，哼，我们也不至于把你关进监狱，让你改掉你的坏毛病。辉煌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太在乎我，太爱我，所以你才会处处针对青书。可是青书替你陪了我们20多年，他单纯又体弱，你就不要伤害他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继承大典也是为了安抚青书的情绪，让他再也不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没了安全感。继承大典？对啊，伯父啊，今天特意宣布，让青书成为顾氏的唯一继承人，而且还连同我们一起把所有资产全都让给他。你们手里的资产，不都是爷爷留给我的吗？顾辉煌，你怎么又吃醋了？其实我和伯父伯母他们还是很爱你的，只不过你太喜欢跟青书抢东西，这才沦落到现在这里。只要你跟我们一起喜欢青书，让着青书，多多融入我们，这样我也会嫁给你的。你还会嫁给我？当然，我们可是指腹为婚的。只要你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像个农村妇女一样天天争宠就好了。我的男人必须得有大格局、大胸怀，这样才能得到我的人和我的心。可惜，我不要。辉煌，跟我去宴会。我特地让酒店准备了帝王蟹和澳洲龙虾，走。我海鲜过吗？没事，宴会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。顾先生，今天是您的25岁生日，也是您正式接管顾老爷子全部遗产的日子。您还要继续执行您的赠送决定吗？
把遗产分给顾家姐妹和江初然。取消赠送，我要一个人继承，一个人。秦叔，等一会儿继承仪式开始，我不仅要向大家宣布你是顾家的继承人，而且我还会送你一套桃花别墅。对，妈妈也刚刚订购了一套唐朝夜明珠送给你。弟弟，二姐给你准备了一艘豪华游艇，到时候方便你带人出海玩。爹，这三姐吧穷一点就给你订购了一辆迈巴赫超跑，差不多一会儿 4S 店经理就会送过来。七叔啊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大姐实在是不知道送你什么，竟然珠宝店给你打造了10块金钻。爸妈姐姐，谢谢你们那么爱我，可是我又有点害怕，成为继承人之后，我估计要天天忙碌了。这样一来，我陪伴你们的时间就变得更少了。比起事业，我更想的是陪着你们，还有初然姐姐。七叔，比起你留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更希望可以看你飞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再说了，无论你以后再忙，我和伯母他们一样可以去公司看你啊，而且还可以陪你应酬，不会让你没有安全感的。初然姐姐，你对我真好。傻瓜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对了，你不是说想让我送什么礼物给你吗？我想要你嫁给我。这个，哥，你从监狱出来了，太好了。你知道爸妈和姐他们有多担心你吗？我想死你了。亲叔，混账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推亲叔的？混账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推亲叔的？哎呦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先是给亲叔下毒，然后现在又推倒亲叔，你这种心思歹毒的人不该打。原本以为把你关进监狱37天，你恶劣的品行应该已经改好了，现在看来就不该放你出来。就是啊，我们压根就不想放你出来，还是青叔求了我们好久，我们才决定给你一次机会。没想到你一出来就对他动手，真是一头喂不熟、教不好白眼狼。你们眼睛都瞎了吗？看不出来是他自己故意摔倒的？故意摔倒？你不让开，他能摔倒吗？辉华，你和青叔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妈求你了，你别再针对青叔了。辉煌，你赶紧给青叔道歉好不好？江初然，你也看不出来他是故意陷害我吗？秦叔打小在我们身边生活，他的性子和品行我们最清楚，怎么能和你一个孤儿院出来的坏孩子相比？我真是脑子精神，不然怎么会对他们还有情？还试着解释。你冷笑什么？如果你还意识不到错误的话，我们就再把你丢进监狱里，关你一辈子，让你永远出不来。姐，哥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太嫉妒我拥有的一切，情绪失控了，才推的我。他一个穷地方出来的，只会天天哗众取宠，还对兄弟下毒的小丑，有什么资格嫉妒你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下毒。不是你下的毒，那就是青叔自己毒自己喽。有哪个男孩子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辉煌，你的手怎么了？让我看看。
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怎么弄的？是不是在牢里有人欺负你了？没关系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讨回公道。初然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打他？我们都认识他这么久了，他什么伎俩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就是，我曾经可是博爱医院的外科医生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这些伤完全都是自残留下来的，别人根本就弄不成这样。你是医生，你能一眼看出我自残？当然，我可是全球最顶尖的博爱医院的黄金圣手。你的这些伤忽悠得了别人，可忽悠不了我们。你还真是有够恶心啊！故意弄伤自己卖惨来吸引我们的眼球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吃你这一套，更不会觉得内疚。辉煌，你居然弄伤自己，就是为了让我心疼吗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居然为了跟青书比，居然做出这么卑鄙下流的事情。想真的话，为什么不比一比，谁更有出息呢？我的伤，你应该去问顾青书。你的伤跟青书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是他。青书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的是不是给我捐肾的旧伤复发了？没关系，我现在给你拿药。爸妈姐，我没事。顾辉煌，都是你害的青书。初然要捐肾，你一躲3个月，逼得青书去捐，你不愧疚吗？还好青书的肾也合适，要不然初然就被你害死了。没有担当的废物！我告诉你，初然的肾是姐，这辈子能给初然姐姐捐肾，是我最大的荣耀。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就没必要再提了。我不想让哥哥因此而愧疚。顾辉煌，你看看新书的精神，你再看看你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辉煌，都是妈妈不好，没有教会你爱兄弟、爱家人。爸妈，大好的日子就不要再说哥哥了，也不要说这些丑事儿了，会让宾客们笑话的。而且继承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正事要紧，咱们家里的事儿，咱们回家关起门说。对，正事要紧。不要因为这个不孝子的烂事耽误青书的继承。各位，现在我宣布，顾家继承仪式正式开始。李来，李来，李来。桃花集团携桃花别墅一栋替顾富贵先生贺。宝珠集团携唐朝夜明珠一颗替赵有容女士贺。格式达集团携豪华游轮一座替顾念秋小姐贺。豪气集团携迈巴赫超跑一辆替顾怀东小姐贺。金山集团携金砖石块替顾之夏小姐贺。桃花别墅、豪华游艇、迈巴赫超跑，顾家是真有钱啊！随便一件都是千万级别的。顾家父母和3个姐姐这么宠爱顾少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爸妈姐姐，你们真好，谢谢你们送我这么多礼物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只要你喜欢就行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九牛一毛。就是，你爷爷打拼出100亿资产，我们敞开了花也花不完，你就安心的收下吧。顾先生，桃花别墅的尾款，等我儿子继承大礼结束之后，顾家会一并给你就行，你急什么？爸妈姐，你们送我这么多礼物，哥哥会不会嫉妒不高兴啊？顾辉煌，我们送这些东西给青书，还让他做顾家的继承人，你有意见吗？你们送礼物关我什么事？开心就好。算你识趣，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，一会儿我们把我们吃剩的剩菜赏给你，怎么样？之前你吃我们剩下的东西，我们都没有给过你好脸色，今天我们主动赏你，还是我们吃剩下的，你心里是不是乐翻天了？我之前吃你们剩下，是因为我不忘来时，见不得浪费。行了，别装腔作势了，你有多想讨好我们，当我们不知道吗？安分待着，
待会儿赏你。通知顾氏基金会、各大银行、不动产中心暂时封存顾辉煌少爷的全部资产，没有顾少爷的指令，1分钱都不准动。好。爸妈，姐姐，我马上就成为顾家的继承人了，还收了那么多礼物，我想与大家同乐。儿子，今天你是主角，你想怎么了就怎么了，我们都支持。青叔，你现在已经是继承人了，可以自己拿主意了。酒店经理，顾少有什么吩咐？把今天宴会上的所有红酒全部给我换成82年的拉菲，全场由我顾公子买单。顾少，你确定都换成82年拉菲？今晚那么多人，至少需要60瓶，一共需要1800万。混账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怕我们付不起吗？还不快点按照我弟弟说的去做！没错，快上酒，别惹我儿子不开心，否则我砸了你这破酒店。这酒一旦上来，打开就不能退货。你是听不懂中文，还是不把我这个顾家继承人放在眼里？上酒，马上上酒，走！来人，给顾少上82年拉菲。顾少，60瓶拉菲已经摆上台了，单据已经反映出来，就差你签字确认。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一旦你签了字，打开酒店就不能再退货。啰里吧嗦，我顾家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就是钱，区2000万，还不够我1个月花销的。看，顾少阔气，今天我们都有口福了。这30万一瓶的拉菲呀！不愧是顾家继承人，一掷千金的样子，也太帅了。顾少，今晚酒宴一共200万，加上1800万拉菲，一共2000万，请您支付一下。今天是我弟弟大好的日子，怎么让他付钱？我来，无限额至尊金卡，拿去刷。刷卡失败。这怎么会刷卡失败呢？我昨天还用它付过金砖的定金呢。那就刷我的试试吧。刷卡失败。刷我的。刷卡失败。刷我的。刷卡失败。我的呢？刷卡失败。你们的银行卡都刷不了，换其他支付方式吧。我们银行卡可都是绑了顾辉煌的账户，无限额的。前天我还用它充了100万的美容卡呢。没错，我刚付完500万保证金，怎么就用不了呢？肯定是你刷卡机坏了，你给我换一部。交易成功。刷卡机没有问题，应该是你们的银行卡被冻结了，所以刷不了。你们找银行查查吧。我们可是豪门顾家，身价几百亿，这银行吃了豹子胆了，敢冻结我们的卡，还一口气冻结这么多张。我要控诉银行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，敢冻结我顾家的银行卡，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。顾辉煌，我们的银行卡是不是你冻结的？顾之夏，你脑子有毛病。我既不是警察，也不是银行，我凭什么查封你的银行卡？不过，我确实挂失了几十张名下的银行卡。怎么，你们用的都是我的银行卡吗？顾辉煌至尊卡、顾辉煌白金卡、顾辉煌牡丹卡。呀，你们用的都是我的卡。还是说，你们都喜欢偷别人的？闭嘴！什么你的卡？那些明明就是我们的卡。你们的卡？那卡上为什么不是你们的名字？难道你们太爱我，所以用我的名字？真是没想到，这顾家人一直刷的是顾辉煌的卡。传闻顾家老爷子把资产全部留给了顾辉煌，顾家要用钱就只能刷顾辉煌的银行卡了。他们要吸顾辉煌的血，应该对顾辉煌好呀。为什么把人扔到监狱里，还让顾青书继承大典？这不是狼心狗肺的。闭嘴！
都给我闭嘴！顾家的事情轮不到你们外人来批评，有什么问题冲我来，别伤害我爸妈和姐姐们。看到没，青叔对家人多好，这才像个男人。再看看你，小肚鸡肠，只会用钱来侮辱人。不动。所以我把我的钱都冻结了，免得我的钱继续羞辱你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你的人和钱都是顾家的，我们约了自己钱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些钱是你爷爷我爸留给我们和亲叔的，你怎么有脸说是你自己的呢？是你们的钱，那你去银行或者法院控诉吧，是你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过不是你的东西，你也霸占，甚至全部还我。儿子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教过你淡泊名利，让你爱财如命，你快解冻好不好啊？我不会解冻的，我会把我的东西全都拿。顾辉煌，差不多得了，你闹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刷点存在感，让我们多注意你一点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点伎俩吃不住我们。这是我的座驾飞鹰直升机，价值1300万。这是我限量版玛莎拉蒂，价值600万。还有我的保时捷，价值500万。我们这几个姐妹的东西加到一块，价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，足够你挣。顾辉煌，你想看青叔还有我们姐妹的笑话，下辈子吧。姐，还是你们厉害，懂得用座驾来提成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太难堪了。不过，哥哥今晚特别让我们丢脸，我们需要好好改正一下他的错误，不然以后还会让顾家丢脸。你说什么？顾家人？他今晚这样的羞辱我，他已经不配做顾家人。像这样的不孝子，老子不要了！不要，好啊，我求之不得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，就是进入你们顾家。顾辉煌，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刚才让你付钱呢，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，结果你一点都不珍惜。现在我们自己解决了2000万，你就一点用都没有了。你还有什么手段来打动我们、讨好我们呢？你现在就解冻我们的银行卡，并且跪下给我们道歉，我们或许还能给你一个伺候我们的机会，不然就赶出家门。你们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再讨好你，也永远不会再回到顾家。装，继续装啊！之前你不是还跟我们生气吵着要离家出走？哎，你最后不还是出去逛一圈买礼物回来跪求我们原谅吗？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我们不会那么轻易被你讨好，就算你天天给我们洗袜子擦鞋，也不可能。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想过？只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治好了。不需要顾少爷掏钱，那么你们就麻利的给我掏钱。我们不是把直升机和车子给你抵账了吗？超过3000万的座驾抵不了你2000万的韭菜。直升机和车子根本就不是你，他已经被原主的负责人合法合规的带走了。你们抓紧掏钱！顾辉煌，是不是你让人把我们的车子和飞机拖走了？你没听到酒店经理说的话吗？车子和直升机是被合法合规的拖走。你要觉得被偷了，报警吧。直升机和车子一直是我们在使用，那就是我们的了呀，谁给你的资格拖走？那我呼吸了江城25年的空气，那这江城的空气也是我的了。你这么多年，你们恶心我、厌我，巴不得想跟我断绝关系。现在我主动跟你们划清界限，你们不应该感到高兴吗？还是说，你们只是想跟我断绝？而不是想跟我的钱、我的车、我的直升机断绝。你们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！顾小姐，你们的家事你们关起门来自己处理，现在还请你们掏钱买单吧。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筹钱，筹不到我就报警，说你们是霸王餐了。顾先生，请把桃花别墅的尾款付一下。顾夫人，叶明珠的余款，麻烦你给我们。还有我们的尾款，请支付一下。还有我们的尾款，支付一下。爸妈，姐，怎么办？哥哥真的要害死我们了！
秦叔，别担心，顾辉煌他不是真的要翻脸，他只是想要刷存在感，想要我们多给他一点关注。虽然我们不想向他低头，但是为了你和继承大铁，我们也可以给他一点甜头。姐，都怪我没有出息，害得你们还要委屈自己，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。放心吧，他能得到我们的人，得不到我们的心。就是，你才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弟弟。辉煌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些日子确实是忽略了你一点，我们向你道歉，我们向你保证，以后还会多注意你一点。现在你可以解开我们的银行卡了吗？就是，我们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不然容易鸡飞蛋打。还有，你耽误了亲叔的继承大典，那这2000万就由你来掏钱吧，赶紧买单啊！好，我买单。好，我买单。算你识趣，赶紧买单吧，要不然等我们真生气了，你就永远失去伺候我们的机会了。就是嘛，舔狗就要有舔狗的觉悟，老是搞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有什么用？我们一生气，不还是立马就怂下来了？经理，这是我的空调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让你掏2000万买酒业的单。我吹了空调，当然要交电费。这继承大典是你们办的，巴尔的拉菲是你们点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经理，10块钱够不够？不够我再掏10块。够了够了。顾辉煌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，你不觉得很幼稚吗？你如果想要融入我们，就赶紧把钱掏了，要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我们的认可，更别想得到家人的温暖。没错，你会失去给我们洗袜子做饭的资格，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我们的好脸色。你们的温暖，你们的脸色，狗都不要。辉煌，你别争宠了好不好？虽然我们对亲叔确实宠了点，但对你也一直不差，从始至终都把你当家人。对我不差，把我当家人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来问问顾夫人，我住在家里的哪一间房？你不就住在家里？住家里？我的生日是什么？你的生日不就是？我最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？我喜欢什么颜色？对什么过敏？我的电话号码是什么？说啊！你们倒是说一个出来啊！一个都说不出来。你们看看，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。那我告诉你们，我住在顾家的地下室，住在狗窝的旁边，住了足足3。你说什么？你住狗窝的旁边？你怎么让他住那儿？你这个妈怎么当的？你们看看，我住在狗窝旁边3年都没人知道，还说爱我，说把我当家人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还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25岁的生日。我们每天日理万机，哪有空记那些东西啊？辉煌，你应该能理解妈妈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日理万机，你是压根儿不关心我，不在乎，不然你怎么能把顾青书的生日跟喜好记得那么清楚啊？顾辉煌，青书比你小，我们多关注一点怎么了？你能不能不要像村口大妈一样斤斤计较，不丢脸吗？就是一个20多岁的大男人，还在这争风吃醋，这是一点格局都没有。再说了，我们不记得你的喜好，你难道就记得我们的吗？你喜欢油画，喜欢紫色，晕血，对芒果过敏。你喜欢蹦极，喜欢潜水，还喜欢飙车，3度拿了环城赛车的冠军。你喜欢吃西冷牛排，爱喝红寡妇鸡尾酒，常年偏头疼，需要8珍汤来解决。你怎么对我们了解这么深，连我偏头痛都知道？因为年少无知，曾经爱过你们，想融入你们。这顾辉煌把全家的喜好禁忌都摸了个透，
可见是一个好弟弟、好儿子。可惜顾家人却践踏他的真心，对他漠不关心，还送进监狱，真是真心喂了狗了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有什么冲我来，别对我的家人出口伤人。哥哥，我知道你嫉妒爸妈和姐对我的宠爱，我们可以回家再说的。我可以离开他们，但是你现在让他们这样千夫所指，他们以后怎么见人啊？我把他们还给你，不要再伤害他们了，好不好？不，青书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你不能走。辉煌，你要恨就和妈妈偏心吧，不要再伤害青书了，好不好？一切恨妈妈来承受。我刚刚说的那些，不是想讨好你，也不是想让你们愧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仁至义尽。好了，都别再说了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又是你们的父亲，这件事情我说了算。辉煌把我们所有银行卡解开，再把今天宴会的费用结了，我可以让你回归顾家，但是下不为例。顾辉煌，爸爸都已经退让了，你还不快点谢谢爸爸，然后照做？从你们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不会回顾家了。我今晚过来，也只是想跟你们一刀两断。行了，你什么心思我们大家还不清楚吗？你不就是想得到我们的认可吗？我劝你见好就收，要不然等爸爸收回让你回顾家的资格，你可就要后悔一辈子了。就是，你对我们的喜好和习惯了解这么清楚，不就是为了更好巴结我们吗？行了，别装了，赶紧掏钱买单，再解冻银行卡，不然你会鸡飞蛋打的。你们这些只会索取不会付出的吸血鬼，已经配不上我付出了。原来你的爱这么肤浅啊！你付出了，我们就必须得有回应，没有回应就不干了。真是唯利是图的白眼狼！你这样的人，活该得不到我们的认可，活该享受不到家人的温暖。这些年我对你们言听计从，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，你们有什么脸好意思说我是白眼狼？哥，孝敬姐姐，对姐姐好，这不是我们弟弟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那你这个好弟弟就拿出2000万的酒钱来好好孝敬他们。经理，他们的账单他们自己负责，我1分钱都不会出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围起来！把他们给我围起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守了我那么久，还点了那么多酒菜，今天晚上要是不把钱赔够，我就先打你们一顿，再报警。你敢动我们？我们可是豪门顾家，你打了我们，你承担后果吗？连2000万的饭钱都付不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豪门？一群吸血鬼还差。哥，你真不掏钱，真想看着我们被打呀？这继承大典又不是我办的，这拉菲也不是我点的，你不是全场用你买单吗？那你用钱狠狠砸他们酒店啊！我们都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你，你们说一句对不起，我就要帮你们付钱。还有，至于你们的好脸色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你是不是觉得故意招惹我们生气？你在我们心里的地位就会重一点儿。我告诉你，一句对不起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你想要其他的，没门儿！你一个大男人，天天跟乡下村妇一样，用勾心斗角的手段来争宠，不觉得太丢人吗？我就没见过你这种跟弟弟还要争风吃醋的哥哥，真是家门不幸。行了行了，赶紧买单吧，不然我们真的要一辈子都不理你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哥，你竟然这样气姐姐们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心脏疼，难受。顾辉煌，你看亲叔都难受了，人命关天，你还玩这种幼稚的小把戏，你有没有良心？给你3秒钟，赶紧掏钱，要不然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。不用了，顾先生的断亲协议已经好。这是顾先生让我拟定的断亲书，他要与你们一刀两断。我就说哥怎么六亲不认，原来被你这个便宜货迷惑了双眼。我替我爸妈教训你。亲叔，你还敢打人？
你脑子进水吗？姐，你看哥，他都打我了，肯定是被这便宜货迷惑了双眼。你太高看顾辉煌了，这个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女人，肯定是他找来演戏刺激我们的。他呀是想要告诉我们，他呀也是有人爱、有人关心的，是香饽饽。如果我们再不在乎他、紧张他，就会失去他。如此一来，他就能多得到一点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多关心他一点。哦，原来哥是在玩欲擒故纵啊！我就说嘛，怎么会有不长眼的女人看上你？农村大妈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争风吃醋的手段可算是被你整明白了。可惜，对我姐他们不顶用。顾辉煌，你要想得到我们的好感，就老老实实的讨好我们，别耍这种小孩子的把戏。就是，痛痛快快的下跪道歉，然后掏钱，比找人来演戏啊有用100倍。你们根本没资格让我演戏了。这位是宋新成律师，是爷爷留下来的律师。他今天过来是给我送断亲协议的，我要跟你一刀两断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？没错，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我还要和你断绝姐弟关系。顾辉煌先生已经在上面签字盖章了，你们只需要签上你们的名字，它就生效了。签完字之后，你们就再无任何关系。只要你们签了断亲协议，今晚的酒钱我来买单，不然你们就自己承担后果。辉煌，你这样子只会把妈妈推得越来越远。你个逆子，你拿这玩意儿来威胁我们，你不觉得太可笑、太无知吗？你想要得到我们的爱，就老老实实做人，拿着断亲书以进为退，只能适得其反。没错，一旦我们签了，估计你转头就要哭哭啼啼的求我们原谅了。那就求你们签了这个断亲协议，然后狠狠打我的脸。冻结我们的银行卡，拖走我们的座驾，现在又来什么断亲书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，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给你10秒钟，把这些断亲书毁了，要不然我们可就真签了，到时候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行，你们不签，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宋律师，我们走。顾少爷，请问2000万的酒席可以买单了吗？钱，就是道钱，都被我哥偷走了，不知道吗？耍我还敢打人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出了事我负责。你干什么？哎，这是打！顾辉煌，你赢了！我们以后会多重视你一点的。我们的衣服给你洗，我们吃剩下的饭也给你吃。你快让他住手，也允许你叫我们姐姐，你快让他住手！你们的爱比草还贱，这协议你签不签？不签我走。签。断亲书给你，但你记住了，千万别回来，因为即使你捧着金山银山跪着求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原谅你。顾辉煌，你别再想讨好我们，以后别再进顾家的门。好啊，我们一刀两断。一刀两。别打了，走开，走开！青叔，青叔，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装了？你真的害斑马姐他们生气了，你这次真的玩大了。迟了，这次我们不会被轻易哄回去了。哎，慧环终究是我10月怀他的儿子，要不让他把资产转给青叔，在家门口跪个3天就算了。大柱，你们已经签了断亲协议，你们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妹子，我们走。你再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真的会不喜欢你了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你的心，我在乎你，你是我妈妈；我不在乎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而且，在我心里，我妈已经死了。宋律师，结了吗？一共5份，齐了。经理，这是2000万的支票，但如果他们下次再来消费，我概不负责。谢谢顾少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
了吗？没钱少装逼！姐，他们真的走了？他真的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了吗？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的，其实都是虚张声势，他等着我们叫他呢。如果我们不叫他，他走到门口就会跑过来求着我们原谅。他这种贱人，我早就看透了。没错，那些舔狗追我也是这样的招式，一副跟我要切割的态势。只要我不理会，他们就会乖乖回头来找我。我只要倒数3个数，他自己就会转身回头的。3、2、1，他怎么真的走了？顾先生，豪华别墅的尾款该结了吧？唐朝明珠的尾款，请顾夫人付一下。嘿，王八蛋，这没看见我们这麻子人吗？儿子，王八蛋不给钱还打人，给我打！我默认了打！你还敢打我儿子？打他没打你是吧？别打人！别打人！住手！你们再打人，我报警了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楚阳，快来救我们！把辉煌公司卖了，顾家人就再也不能吸我的血了。哥，辉煌公司的股权转让书已经生效，工商局也做了变更，您现在啊就是公司真正的主人了。谢谢你，老伴儿。辉煌公司在江城可是香饽饽，我是真没想到顾少会把全部公司卖给我。宋先生，我能力有限，你比我更适合成为这辉煌公司的主人。只不过有些事情需要提醒你一下，这个公司里的人有点不太认真。滚滚滚！顾小姐有令，像你这种穷酸货不能进入公司，不然顾青书少爷会不开心的。我是辉煌公司最大的股东，我来看我爷爷的东西，我管你什么股东不股东，我们只认顾之夏小姐她。你这种想抢顾少爷东西，给我有多远混多远。记住了，再让这种货色进入公司，你们以后别敢干。是。还不滚？是等我们打断你这2条狗腿吗？老弟，你说的里面的人不太认主是什么意思？宋先生，这个公司里的白眼狼有点多，你刚接管这个公司可能有点麻烦，要不这个价格我再给你降低一点。老弟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反骨仔。我这次收购公司就是要金盆洗手，做点正经生意，然后光明正大的跟我老婆求婚，给她一个见得了光的婚礼，让她能够安安心心的做董事长夫人。老弟，你就放心，只要你把公司卖给我，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了。走，老弟，我亲自去接管公司，让你安安心心。走着瞧。哟，这不顾家那个弃子还敢来辉煌公司啊？是上次打的不够痛吗？那你敢在辉煌公司撒野？放肆！打女人你说大老子！你闯大祸了！那就让祸再大点儿！打我一巴掌！错了是2巴掌！顾辉煌，这人来公司捣乱，大小姐他们知道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没错，他在辉煌公司撒野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你们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一个公司新来的主人都没说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指手画脚的？怎么？你是新来的主人？这怎么可能？没错，我已经把辉煌公司转让给了宋先生，从现在开始，宋先生就是你们的老板。什么？你把辉煌公司给卖了？你不经过顾小姐和我们的同意就卖公司，你这是造反吗？你顾老弟卖自己的公司需要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同意吗？你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，知道不需要就好。你这么猖狂，还有王法吗？在江城，老子就是天，老子就是法。去召集所有高管开会，我要让这个公司所有人知道，这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。董经理，去公司宴会厅准备个仪式，再把你嫂子叫上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向她求婚，双喜临门。好的，宋先生，我这就去接宋夫人过来。青叔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楚然姐姐，我没有事，就是爸妈
和姐姐们被哥哥害得受到了伤害。他这一作妖，不仅让我们给亲叔订购的礼物全部被收回，还害得初然损失了几千万的违约金，真是害惨我们。初然，谢谢你拿钱替我们赔偿，要不然我们估计得坐好几天了。没事，亲叔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也算是我的家人，救你们是应该的。更何况，救你们的钱也是用顾辉煌那辆劳斯莱斯赔偿的钱，我1分钱也没有出，算是辉煌给大家将功赎罪。顾辉煌这个不孝子，冻结我们的卡，剥走我们的座驾，还害我们挨打，想要赎罪，没那么容易。就是想通过这种龌龊的手段来吸引我们注意，真是恶心透顶了。我们是不会轻易让他得逞的。爸妈姐，都怪我没本事没出息。要是我早点讨好爷爷继承顾家，就不会让你们受到今天的耻辱了。弟弟，你说的哪里话？是顾辉煌嫉妒你才害了我，该道歉的人是他。要我说啊，顾辉煌已经不配做我们顾家人，就应该公开登报跟他断绝关系，全城封杀他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有钱为所欲为的样子，在我这不好使。伯父伯母，顾辉煌这次确实任性了点，还害你们受了伤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在继承大典上这么搞事情，不仅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，还有就是对我因爱生恨。亲叔在宴会上跟我说想让我嫁给他，估计是被辉煌听见了，所以他心里不痛快，这才毁了继承大典。辉煌这次确实有点胡闹，不过都是因为太爱我，太在乎我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多一点点的包容。你们放心，我这次一定会好好让他弥补大家的。怪不得平时那么怂的人突然变得这么极端，原来是因爱生恨啊！没办法，我对顾辉煌来说实在太重要了，失去我就跟鱼儿失去水一样。楚然姐姐，我不想让你离开我。傻瓜，你可是为我捐肾的救命恩人，你在我心中这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离开谁都绝对不会离开你。行吧，楚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顾辉煌再给一次机会，让他交回小财产，我让他回归顾家。老爷子留给他的资产，他把握不住，最好转到亲叔名下，让亲叔来保管。就是。什么？顾辉煌去公司了？大家都注意脚下，把手上的东西都放到各自相应的位置上去。小心一点，都离宝贝远一点，特别是这件白手之约的喜服，独一无二，价值连城，千万不能损坏了。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吊坠、金手镯已到位。十里庄园的红心玫瑰已到位，白手之约的双喜喜服已到位。求婚现场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去通知宋先生，我去请嫂子，给嫂子一个惊喜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3个被开除了，以后胆敢跨入公司半步，为打断。宋先生，我是公司副总，是高级人才，开除我会让竞争对手得到我的，到时候辉煌公司损失会很重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公司的大动脉，裁掉我们就裁掉公司的前途，裁掉公司的未来。宋先生，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你不懂还是不要乱发号施令。市属的白眼狼算个屁的人才！你还敢打人你？既然你们不愿意滚，那我帮你们。来人，先把他们打一顿，然后送进警局，就说他们挪用公款，吃回扣。宋天朗，你给我等着你！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身份、什么背景，到了这儿都给我老实点。以后胆敢不老实，那就给我滚蛋！散会。顾老弟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去公司转一圈，认认人。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宴会厅，见证我求婚。行，宋先生，先忙，待会儿我下去祝贺你和嫂子。哎，顾少，恭喜你通过老爷子的最后考验，获得了他更大的一份遗产。
爷爷给我准备了更大的遗产。没错，顾老爷子担心你被亲情道德绑架，让顾氏资产被顾富贵他们骗光，所以给您多留了一份产业。他在遗嘱中表明，如果你陷入亲情不自拔，那么就让我每个月给你发点钱，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但是你没有被亲情所绑架，有自己的主见和出息，那么就让我把这份遗产交给你。通过继承大典和辉煌公司的转让，我认为你有资格亲自接管这份遗产。爷爷对我还真好，连我最后的退路都帮我想好了。可惜我醒悟了，这些用不上了，要不捐了吧？老爷子给您留的最后遗产是万豪集团。你是说市值万亿的万豪集团股份？姐，哥为什么突然来公司啊？他要干什么？不知道，黄秘书只说顾辉煌带人强行进入了公司，然后还在公司宴会厅布置，手机就关机了。这个不孝子，他要敢来公司闹，我一巴掌呼死他！伯父，青叔，我想辉煌这次来公司不是来捣乱的，而是为了求得我们的原谅。赔礼道歉？我哥有那么好心吗？辉煌毕竟讨好了我们这么多年，这不可能一下子就不舔的。继承大典上面发飙，也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。这情绪发泄完了，自然是想求得我们的原谅。继承上面人太多，他不好意思拉下脸面。而如今辉煌公司都是自己人，他自然是要求得我们的谅解的。楚兰说的有道理，以前辉煌每次招了我们生气，都是躲在我们必经路上偷偷道歉。继承大典上牛哄哄的，害我们挨打受伤，现在想要弥补，没门儿。就是，我们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打个巴掌给个糖就能哄好了。所以要让他10倍偿还给我们，再把爷爷的资产转给秦叔，这样我才可以给他重新伺候我的机会。走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相信辉煌会答应的，不然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得到我的真心了。哇，之夏，这大厅是你让人布置的吗？简直太漂亮，太奢华了。宋夫人，中午好。辉煌公司，难道这就是天狼送给我的惊喜吗？宋先生还有更大的惊喜等你呢。走吧，里面请。不是我也才跟你们刚一起放出来，还没来公司上班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舒然说的对，这些肯定就是顾辉煌提前布置好，用来讨好我们的。要我说呀，这顾辉煌这么喜欢博得我们的关心，怎么可能会跟我们撕破脸皮呢？我想，这肯定就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吧。哎呀，我看那家伙呀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这表面上跟我们一副要恩断义绝的样子，你看这身体，却不诚实的买了一堆礼物来讨好我们呢。打一个巴掌给一颗糖，哥哥花样可真多。这一次他休想让我们原谅他，他必须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亲叔的名下，我才会考虑让他回归顾家。不然这次如果让他得逞，下一次他还会这样对待我们。我们得让他明白，欲擒故纵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伯父、伯母，等会儿顾辉煌来了，你们给他个教训就是。哎，我们现在把东西都分一下吧，这样也正好给他一个台阶下。行，看在他认错的份上，我们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其他东西吧。走。你看，哪里有我喜欢的？看这个。哎，这个怎么有件喜服啊？二姐，你看，这好像是白手之约的双喜喜服，一件价值好几百万呢，而且还需要提前定制。
哎呀，好看！哎，怎么了，他们？过去看看。啊，你先看。可是这赔礼道歉的现场，怎么会有喜服呢？辉煌，这是要向我求婚。什么？你说这喜服是辉煌向你求婚用的？在监狱门口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还嫁给他吗？那个时候，估计他就已经有危机感了。而且在继承大典的时候，他也听到了亲叔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那个时候，他可能危机感就更重了，所以就想着在这赔礼道歉的现场向我逼婚。而且你们现在拿了他东西，拿人手软，估计也就不好反对。什么？求婚？我不准朱兰姐姐嫁给别人，我不许！我要撕了这个喜服！给我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你们不能撕这件喜服，不能撕！哪里来的便宜货在这多管闲事？给我滚！就是，我们顾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这个女人来唧唧歪歪的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还敢跟他这样说话？我管你们是谁，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大。儿子，撕！对，撕，让顾辉煌知道，想要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手段逼出人，没门儿！你们敢？老弟让你滚出去，没听见吗？我们怎能如此霸道？还好这件喜服没弄坏，要是弄坏了，损失就大了。我就撕了，怎么了？你敢？这是宋先生买给宋夫人的喜服，你要是敢撕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完了，你们闯大祸了！宋先生，宋夫人他们已经在公司宴会厅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宴会厅。对了，你去请一下顾少和宋律师，让他们一起前来见证。我明白，我马上就去请顾少和宋律师。你们知不知道毁掉的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白首之约的双喜喜服，象征着一生一世只爱一人，价值连城。你们竟然撕了它！顾辉煌用它来招惹我弟，就该死。初然姐姐只会是我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去取走它。别说是撕喜服了，就是这婚礼我也敢砸。七叔，你不要生气，你肾不好不能生气。我不嫁顾辉煌，你不嫁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不是，我说你这老女人从哪儿冒出来的呀？我们公司也是你这种随便的人能进来的吗？说的没错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啊，干什么吃的？什么都往就放吗？知夏，把他们都给我开除了。爸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就让黄秘书把保安开除。你们不知道宋夫人是谁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这儿。我还想问问你们，为什么会到我们公司呢？你们公司？你是中暑了还是脑子进水了？敢说是你们公司？这是辉煌公司，这是辉煌公司的宴会厅。你们两个脑子神经病，他妈有多远滚多远啊！这辉煌公司已经是宋夫人跟宋先生的了。顾少，我会尽快安排您跟万豪总裁慕容飞见面的。他的继任需要得到您的授权。好，你安排。顾总，宋先生邀请您和宋小姐移步到公司宴会厅观礼。宋先生结婚，一大喜事。宋律师，走，我们去沾沾喜气。好。瞎了眼的混蛋！辉煌公司是我顾家的产业，
我大姐是董事长，怎么可能会是她的？就是，辉煌公司可是顾辉煌用来讨好我大姐的。我大姐都已经掌管3年了，现在变成你们公司，这不是可笑？她已经卖给宋先生跟宋夫人了。哦，姐，他们是顾辉煌请来的演员，故意胡搅蛮缠在这吓唬。等我们被缠得不胜其烦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解围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会感激他，称赞他，最后，他就会顺理成章的向初然姐姐逼婚了。秦叔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顾辉煌轻易得到我的人和我的心的。这个不孝子，好的不行，净学乱七八糟的事，他以后别想再回顾家。就是，以进为退没用，就敢用英雄救美了。顾辉煌玩这是仓库手段，他不丢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辉煌集团已经卖给我们了。回去告诉顾辉煌，想要得到我，就好好对我，别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伎俩，不然，别说我的心了，就连我的人他也别想得到。一群眼盲心瞎的东西，敢骂我爸妈和姐找死！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便宜货，敢诅咒！我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！我看谁敢动我老婆！王八蛋，你个到底点！打我妹，打我姐，打我女儿！妈的，你敢打我老婆！你敢打我！错是两瓶子。孔助理，你先带我老婆处理伤口，这边的事儿我来处理。走吧，夫人。你一个王八蛋，你怎么打人啊你？我老婆从18岁就开始跟我，那时候别人辱我、欺我、骂我、打我，她都无条件跟着我。别人扶我青云志，我还嫌其万。我老婆对我这么好，结果就因为你们欺负她。我只不过想还她一个这样的求婚仪式，结果被你们搅黄了，撕毁我老婆的喜服，砸我东西，还要砸我老婆脑袋。今天我不欺负你们，老子也对不起老婆对我的付出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！怎么欺负我老婆的，怎么给我打回来！王八蛋，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伤人，你信不信？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就打了，怎么了？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宋天狼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？你就是我少华宋天狼？还有慕容飞欧天狼，你就是跟江辰、慕容飞平起平坐的人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完了，刚才还打了他的老婆，完了，这下完蛋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宋天狼。我答应我老婆金盆洗手，从此以后不再染血。但是我为了你们，我可以破一次例，动手。住手！宋先生，秦叔他们打人，确实是他们不对。可是你的助理和你夫人莫名其妙闯进来，还把我们一顿吼，这事儿也不能全让我们说。对呀，换成你家里被闯入陌生人，还骂你，你肯定生气啊！你是护长王，你讲道理啊！你说这是你的公司？是啊。这是辉煌公司，我姐当董事长好多年了呀。当董事长很多年了，这就是你的公司了。我在外头取了20几年的钱，那银行也是我的了。来，睁大的给我看清楚，上面写的谁的名字？给我看！这怎么可能？哥真把公司给卖了？什么？顾辉煌这个王八蛋，他居然敢卖我的公司！谁给他的胆子？所以现在你们告诉我，现在辉煌公司的主人是谁？你的辉煌公司，你是主人。所以现在你们在我的公司闯进我公司打我的人，打我老婆和助理，我现在要收拾你们，谁反对？谁还有问题？来人，给我卸他们一条胳膊，反抗的2只。等一下，宋先生，万事好商量。我是顾之夏，请给我一个面子。你在我这儿有个屁的面子！
我可是顾家大小姐，上流人士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上流人士！你打了我2巴掌，我要跑进抓你！错了，是3巴掌！哎，宋先生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不多。宋天狼先生，这个人是请让人啊！住手！我是刘义宪，不留！宋先生，我们可以赔钱，2倍10倍，我们都可以赔的。赔钱啊？老子缺你那点钱吗？老子要的是这口气！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打，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欺负我老婆的下场！哎，宋先生，我未婚夫是顾辉煌，你看在他的面子上，给我个面子。你是顾老弟的未婚妻？那你怎么挽着别的男人的手？宋先生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的未婚夫真的是顾辉煌，请你手下留情，高抬贵手。如果真是顾老弟的未婚妻，他愿意跟你求这个情，我可以给他一个面子。我跟他们已经断亲了，他们不配我求情。我跟他们已经断亲了，他们不配我求情。顾老弟，哟，辉煌，为了得到我，你还真是费尽心思，用尽手段啊！得到你，费尽心思，用尽手段。你故意把公司卖给宋天狼，为的不就是让宋天狼跟我们引起冲突吗？这样，你及时出来解围，大家都会把你当成大救星，而且你也能顺利博得我的好感，然后逼我结婚。你这一招英雄救美真是好手，可惜我不会屈服。江辰，你怎么跟顾之夏的一样？大头菜吃多了吗？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哥，初然姐姐已经看穿了你的算计，你就不要再装腔作势，要不然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不孝子，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。你如果想融入我们，想得到初然，就老老实实，少用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儿子，你再这样的话，只会把妈妈越推越远的。没错，你这样的手段，只能得到我的人，永远得不到我的心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狗都不要。再说，我来这儿又不是救你们的，我是来观礼的。顾老弟，对不起了，这求婚观礼可能得给上了。宋先生，该说对不起，您说。哥，别再一唱一和了，这招对我们没有用。如果你想争宠我可以让初然姐姐分你一点来。看看，这就是格局，这就是气量，你真应该跟青叔好好学学。马上平息顾上皇的怒火，再答应我3个条件，不然你这辈子都休想抱得美人归。3个条件。对，第一，马上平息顾上皇的怒火；第二，好好安抚青叔和伯母他们；第三，把你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我的名下。我不是在乎钱，我只是想给我和青叔他们一个安全感，不然就会像跟继承大典那样，只能看你的脸色。以后每个月我可以给你5000块零花钱，表现得好的话，每年再多给你发1个月的奖金，而且我也可以跟你订婚，也可以跟你结婚，不过你得表现得好，表现得不好，你就不能阻止我吩咐更好。初然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没有让你受到了这样逼不得已的屈辱。顾辉煌，初然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，你还不赶紧答应？要不然初然后悔了，你可就要错失抱得美人归的机会。把资产都转移给你，然后你跟我。没错，但是你只能得到我的人，想要得到我的心，还得看你表现。宋先生，我算你识趣，顾辉煌，不然你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嫁给青叔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不孝色厉内荏，好好巴结我们就行了，非要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怎么样？丢人丢大发。宋先生，看到了，这件事情由顾辉煌全额赔偿，有什么怨气？好的，顾老弟，你人心不错，做人也正直，
但是你这看人的眼光确实有些差了呀。年少无知，被爱蒙羞，让宋先生见笑。不过我现在已经醒悟，不会再愚孝，也不会再恋爱了。顾老弟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虽然他们今天做的事确实让我恼火，但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放过他们。您的人情价值千金，我用在他们身上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再说，他们就不配我救济。今天犯的事，他们自己承担。好，拿得起放得下，顾老弟是个人才。顾辉煌，你不要再玩你那些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啊？宋先生，他是始作俑者，有什么业绩冲他来，打断手脚都行，我们既不追究，也不报警。你们这群人真他妈是个王八蛋呐！一群人对着顾老弟不放，现在还要他的命！不是宋先生，你闭嘴！老子最烦就是你这种小绿茶，非要打我儿子！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老子不打你儿子，老子打的就是你！宋天然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老子让你说话了吗？宋先生，这件事情就是顾辉煌引起来的。老子怎么做事用得着你教？顾辉煌，你还不赶紧把事情解决了？要是宋先生把我们打伤了，我们一辈子不会搭理你的。那你们就说到做到，一辈子都不要理我。儿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无情？你竟然让妈妈很失望。还在，明明爱出来爱的要死，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也累不累？慧华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当初没有教会你无私奉献，让你变得这么不择手段，口是心非。还有什么条件？一起说说。订婚后必须保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我不想亲叔因为这件事受刺激，也不想太多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江初然，你没有镜子吗？你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你凭什么觉得我还在乎你，还想去？在你跟顾青书他们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刻起，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我这辈子都不会想再做。还嘴硬，你再这样欲擒故纵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我倒数3个数，如果你还不认错道歉，我就跟青书在一起，让你永远都得不到我。3、2、1。你的项链是我的，顾富贵手里的翡翠戒指是我的吗？还有顾之夏他们的钻戒都是我的。你们住的别墅、开的直升机、游艇、跑车，都是我顾辉煌。你们挥霍着爷爷留给我的遗产，靠着我锦衣玉食，吃香喝辣。你怎么好意思说我不是，说我不起？你，顾老弟，你是不要这些白眼狼了？我跟他们不熟，我已经跟他们断亲了。他们打了宋，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顾辉煌，你再这样，你就彻彻底底失去我了。我可是你未婚妻啊！是啊，哥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连自己未婚妻都不要了？你耳朵聋了吗？我是不是已经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就算娶一条狗，我也不会。顾辉煌，你已经失去亲情了，难道还想再失去爱情吗？到时候你可就彻底一无所有了。你现在马上跪地向我求饶，再给伯父伯母道个歉，把资产给我，这样我还能考虑继续履行跟你的婚约。我是垃圾回收站吗？我要你这样的垃圾有什么用？你呀，还是跟顾青书绑死吧。原来还是在吃青书的醋啊！你现在好好的给我求饶，不然你可就彻彻底底把我推给青书了。失去你们这些只会索取不会付出的白眼狼，是我顾辉煌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。顾辉煌，你的爱还真是浅，得不到回报就要撂挑子，真是充满了毒臭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，不但得不到我的心，更得不到我的人。江主任，你戴的首饰，开的劳斯莱斯，拿的爱马仕，甚至你手里的信用卡，哪样不是我？你吃我的，用我，靠着我过的人模狗样，你好意思说我浑身疼臭？你别欺负楚然姐姐，有什么冲我来！冲冠一怒，
好啊，我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只要把这碗芝麻酱喝了，我就帮你们解决。顾辉煌，你真是疯了！你不知道青叔对芝麻酱过敏吗？你这是要他死啊！你上次就害他过敏进医院还不够吗？你非要这么针对青叔吗？家门不幸啊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倒是觉得，一碗芝麻酱能让我消消火。来人，为顾公子吃芝麻酱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不能吃芝麻酱，我不能！妈，姐，救我！不许伤害我儿子，放开他！你们闯我婚礼，打我老婆和助理，我今天请顾青叔吃碗芝麻酱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芝麻酱过敏，吃了会死的。我看他活蹦乱跳的，我就不信他吃碗芝麻酱会死。张嘴！顾辉煌，我知道了，你现在用尽办法针对青叔，不就是想要得到我，然后跟我结婚吗？好，你现在得逞了，我会跟你结婚，而且我也会关心你，我会让你得到我的人还有我的心的。手拿开，造不是。别口是心非了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别点脸不要脸，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。好啊，那你把婚约解除书签了，我就帮你解决。你要跟我解除婚约？没错，我不想跟你再有半点。再是，你也不想我们俩好聚好散。顾辉煌，你居然还在耍这种把戏，你有意思吗？签字。真给你脸了是不？行，我可以签字，但是我一旦签字我就不会回头，你照样再得到我。求之不得。顾辉煌，你是从孤儿院出来的，没背景没学识，除了我要你，谁还要你？你别不识好歹了。要么签字解除婚约，要么行，我现在签字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请神容易送神礼，你要是再想舔回我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们一刀两断。宋先生，谢谢。能帮到顾老弟就好。青叔，求你等等了，青叔，快叫医生，快叫医生！快！医生，我儿子被人打了，还灌了芝麻酱，求你救救我儿子，救救他！您先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安排检查和手术。都怪那该死的顾辉煌！如果不是他勾结宋天蓝灌青叔芝麻酱，青叔就不会出事。这个畜生，就当初不应该把他领回来，就让他死在孤儿院。顾辉煌，你这次彻底失去我了，我会和青叔结婚，让他后悔一辈子。爸，如果青叔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就立马打电话报警抓顾辉煌，告他杀人。医生，我弟弟情况怎么样啊？他对芝麻酱过敏，那么大一碗芝麻酱灌进去，他现在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啊？如果这家医院救不了，那就马上转院。我们绝不能让青叔出事儿。病人没事，他只是被芝麻酱堵住了气管，晕了过去。现在清理了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没事就好。哎，等等，他是晕了过去，但是他对芝麻酱过敏，你们有没有好好检查？我们对病人进行了全部检查，也测试了过敏剂，他对食入性和接触性芝麻都不过敏。什么？他对芝麻不过敏？没错，不过敏。这是他的检测报告，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第三方检测。青叔对芝麻真的不过敏？这么说，顾辉煌没有下毒，是我们冤枉他了。青叔，医生刚说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你放心，你的公道，爸妈帮你讨回来。没错，顾辉煌把你伤成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爸妈，你们不要责怪哥哥，哥哥就是太嫉妒我了，才往我身上撒气，我忍一忍就好了。青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所以才让顾辉煌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你。青叔，医生说你对芝麻不过敏，那你上次怎么会有生命危险？姐，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之间对芝麻酱就不过敏了，我解释不了。可能是我记错了过敏的东西，上次生命危险，可能是我误食了其他的食物，反正我真的解释不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，觉得是我诬陷了哥，现在我就离开顾家。毕竟，我一想到你们怀疑我，我就难过。傻孩子，不用想那么多。你什么性子，爸妈和姐姐他们最清楚，这肯定有误会。对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说不定那个医生早就被顾国华收买，弄出了假的检测报告。你放心，我们无比的信任你。是啊，好弟弟，姐姐们都相信你，毕竟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。爸妈姐，这样你们都相信我，你们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人，我爱死你们了。秦叔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家养病，顾辉煌再想怎么挑拨我们都没门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回家，让赵姨冻点燕窝汤，给青叔好好补一补。走吧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里是汤山别墅区，不是业主，不准进入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里是汤山别墅区，不是业主，不准进入。王八蛋，仗你的狗眼，不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是天字号别墅主人。王八蛋，敢在这里闹事，老子打死你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住手！不许打我儿子，是你儿子先动手的，给我打！混蛋！我们是天字号别墅业主，是你们的衣食父母，敢打我儿子，你反了天的手！天字号别墅业主是顾辉煌顾先生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也敢称业主？你要敢动手，我就报警。没错，你们的样子我已经录下来了，再动手打人，我让你们牢底坐穿。你尽管报警，是你们乱闯私人别墅，还动手打人，看看警察先抓谁。我们是天字号别墅的业主，什么叫乱闯？把你们物业经理叫过来，我要让他开除你们。不仅要开除他们，还要在江城全面封杀他们，让他们找不到工作，饿死在街头。顾先生已经收回了天字号别墅，还特地把你们加入了黑名单，你们已经没资格住这了，赶紧滚！不然我们经理来了，你们还得挨打。什么？顾辉煌收回了天字号别墅？没错，顾先生还说了，他是天字号的唯一业主，只有他可以随意进入，你们都没资格进入。如果你们听得懂道理，那就跟你们讲道理；如果听不懂，那我们也略懂些拳脚。仗你们的狗眼！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，顾辉煌那是顾家的一条狗。抱歉，我们只认证不认人，产权证上写的是顾少主，那他就是唯一的主人。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还得挨揍。这个不孝子，破坏继承大典，卖掉公司，抢走别墅，还想赶走我们，简直是倒翻天罡！这辈子都不想再搭理他了，他以后休想再叫我姐。爸妈姐，都怪我没本事没出息，牵连了你们，不仅没了公司，现在连别墅也没有。我真的很自责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是一个男人，很抱歉让你们受到了这么大的委屈。秦叔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事不怪你，都怪那个顾辉煌嫉妒你失了心疯。我想，肯定是你跟我订婚被他听见了。我知道我对顾辉煌很重要，不过我居然没想到我对他这么重要，让他连心性都变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和他订婚吧，让他恢复正常，不要再针对秦叔你们。这样吧，为了青叔，我这个当妈的也可以忍着恶心去哄哄他，他一定能够受宠若惊的。你妈说的没错，这个小兔崽子把亲情和爱情看得比命还重，不然也不会绞尽脑汁的融入我们。那我们就给他点钱。对了，还有你们几个姐妹，平时对他好一点，他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巴结你。你们想要什么，他都会满足。帮我们哄好他，拿到他手里的资产，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也不迟。何止是要算账啊，还要把他赶出家门，全城封杀，让他像流浪狗一样饿死，才对得起我们这几天受的委屈。爸妈，姐，
你们真棒。走吧，我们去找哥哥。走吧。哪位是江楚然小姐？哪位是江楚然小姐？我就是江楚然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顾辉煌先生报警说他名下的劳斯莱斯被人偷走卖了，经手人是你，你需要回去跟我们一起调查。怎么？我是他未婚妻，他居然敢帮你抓我！而且我卖他车也是为了保释他父母啊！具体情况等你跟我回去再说。哎，等等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是顾辉煌专门拿过来打击报复我们的？我告诉你们不要乱来啊，不然的话我就用顾怀东的大号曝光。你是顾怀东？没错啊，我就是顾怀东，江城赫赫有名的大网红。巧了，你也涉嫌非法抵押顾辉煌先生名下13辆豪车，一起走吧。什么？他竟然还报警抓小妹，这王八蛋真是六亲不认，恶毒如斯！我这就去撕了他！你是顾念秋，很好。顾辉煌先生指控你多次盗刷他的银行卡，一起走吧。什么？他竟然还报警抓我！过去3年，你曾多次伪造伪签顾辉煌先生的名字，盗刷他银行卡2800万，证据确凿。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犯罪，也有足够的手续带你们回去。我劝你们不要抵抗，带走。不要了，你们给我干什么？二姐，三姐，楚然姐姐，放开我！不是，三姐，三姐。女儿，妈，大姐，哥哥太恶毒了，把姐姐们都抓走了，接下来估计就到我们了。不孝子，这是要害死我们全家！都是我不好，没有教会他宽容，让他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爸妈，秦叔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马上找人去捞妹妹跟楚然。实在不行，我去求求顾辉煌。你是顾青书吗？没错，我就是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顾少爷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我是慕容飞总裁的秘书高洁，我们总算找到少爷你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顾少爷，你是慕容志家主留在外面的孩子，也是慕容家族现在唯一的男丁。什么？青书是慕容少主？高秘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是慕容家的少主吗？没错，你就是慕容家主唯一的儿子，但是他去世的过早，所以才一直没有把你接回去。最近慕容家族发现你的存在，慕容总裁安排我来接你回去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这份亲子鉴定。妈，姐，我是慕容家少主，我真的是慕容家的少主啊！太好了，青书能翻身了，念出他们也有的救了。没错，虽说慕容志已经在20年前死了，但慕容飞还是万豪集团的总裁，慕容家在整个江城也是前3的豪门。青书，你这是要起飞了！我不仅要救出楚然姐姐们，还要让顾辉煌晚节不复。高秘书，我爹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江城女王不，我姑姑她怎么没来接我呀？慕容总裁本来今天是想要亲自接你的，但是他今天要接待万豪的老板，所以就安排我来接你了。万豪背后还有大老板，大老板是万豪大股东，真正能做到身价万亿，富可敌国。慕容总裁作为他的代理人，自然要好好接待。好，不过你放心，慕容总裁已经安排好了接亲宴，今晚他就可以向全城公布你的身份，到时候你可以享受无上荣光。顾辉煌，我又要起飞了，这辈子你就别想凌驾在我头上了！顾少爷，你终于出现了，能接手万豪的股权。你若是再不接手，我和万豪可是要易主的。顾老当初可是公正过，月底之前没人能激活万豪股权，万豪的股份就全部捐赠国家，我也要滚蛋。而顾少一旦接手，我不仅能继续做万豪总裁，还能获得10%的股份。你就继续安心当你的万豪总裁吧，
只要有我在，你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。年底我也会按照爷爷的遗嘱，给你10%的股份。爷爷用心良苦啊，不仅给我留下2大笔遗产，还给我留下宋倾城和慕容飞这些人才。爷爷，我爱你。谢谢顾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10%的股份可是1000多万，比慕容家族的资产还多。我一定要巴结好顾少爷，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。那个，顾少爷，慕容飞有个不情之请。啊，说。顾少爷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找回了我失散20多年的侄子，我想补偿他一下，我希望他能够认你做干爹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让你侄子认我当干爹？哦，他是我死去大哥之前在外面留下的私生子，这么些年跟家族也从没有联系过。最近有人把他的体检报告给了我，我也暗中与我大哥的基因对比过，他的确是我的亲侄子。我看他在外面苦了有20多年，又死了亲爹，我就想着帮他。苦了20多年，那年纪不是跟我差不多？你让他叫我干爹，不觉得荒谬？不荒谬，不荒谬。打者为先，顾少年少有为，英明神武，做我侄子的干爹绰绰有余。不行，第一，我也没什么可叫你侄子的；第二，相同年纪叫干爹，倒反天罡啊！那我看大学里面也有很多人叫同名为义父啊。你做我侄子的干爹，肯定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保证不会有人多出一嘴。哎，顾少爷，你就答应我，让他跟你好好学习学习。你要是觉得他配不上你的话，不如干脆我直接认你做干爹。不行，你要认我当干爹，我们可就说不清了。还是你侄子吧。唉，先应付着吧，到时候找个机会说不合适好了，免得被这女人缠上。太好了，顾少，谢谢你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跟你好好学习的，保证让你满意。顾少，我今晚在万豪设了认亲宴，我希望他早一点能够认祖归宗。顾少爷，我希望你今晚一定能来，让我的侄子好好的拜见拜见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侄子叫什么名字？他也姓顾，他叫顾青书。顾青书，恭喜顾少爷，贺喜顾少爷！不仅有顾先生一家宠着，还成功回归了慕容家族啊！顾少爷以后不仅有2个家，还有2份巨额财富，一步登天啊！你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。大家放心啊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我绝对不会忘记各位。好弟弟，谢谢你。如果这次不是你帮忙赔偿，我和三妹还有初然，恐怕老底都要坐穿了。爹，姐会一辈子记得你的好的，以后顾辉煌要再敢针对你，姐就跟他拼命去。姐姐，我现在可是慕容家的少主，替你们赔偿啊，完全就是举手之劳。毕竟我姑姑执掌的万豪集团可是市值万亿哦。哎，听说万豪集团背后有神秘大股东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底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姑姑叫他大老板，大老板呀也无比信任我姑姑，传闻还要分10%的股份给我姑姑呢。10%的股份，那可是上千亿啊！慕容总裁这是要起飞啊！青叔是慕容家族唯一的男丁，这慕容总裁起飞了，青叔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祝贺弟弟！姐，我姑姑已经讨到了大老板的承诺，准备认我做他的干儿子。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啊！太好了，结交了这大老板，只要稍微得到他的一点赏识，我就能东山再起，打造新的事业了。好儿子，爸妈最大的幸运就是当年收养了你，你比顾辉煌那个畜生可强100倍。爸，你们放心，你们受到的耻辱，
我一定会为你们讨回来。特别是初然姐姐，受苦了。青叔，之前你在继承大典上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愿意。初然姐姐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？之前我只是太同情顾辉煌，觉得他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，刚回来顾家不容易，才处处惯着他的坏毛病。可是没想到他性格居然这么极端，居然想方设法想要得到我，还针对你，把我关起来，想逼我就范。我现在想清楚了，他根本不配拥有我，只有青叔你这样温柔又有格局的人才配得到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有情人啊，终成眷属了。初然姐姐，我特别感动，我今晚就向你求婚，并且把干爹叫过来见证，让你获得无上的荣耀。认祖归宗，认干爹，求婚。亲叔今天是三喜临门啊，也是我们顾家的一大喜事儿。姐姐祝贺你，弟弟加油，二姐以你为荣。弟，你说这氛围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，那不如你跟初然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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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万豪大老板来了，大家快到门口迎接。啊！恭迎大老板！恭迎大老板！恭迎大老板！顾青叔，又见面。顾青叔，又见面了。是你，顾辉煌。没错，是我。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，没想到你们却站在门口欢迎我。世界可真小啊！你个逆子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冒充大老板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辉煌，今天可是青叔的认亲宴会，事关慕容女王和万豪大老板，你可不能再捣乱了。王八蛋！爸妈问你话，你那耳朵聋了听不见啊？干嘛冒充大老板？他不是万豪大老板啊！什么狗屁大老板，不过就是天天欺负亲叔，被我们刚赶出家门的废物罢了，一无是处，一滩烂泥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哥哥呢？哥哥平时欺负我，也只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而已，没有什么坏心思的，只是哥哥你有什么怨气就往我身上撒，不要冒充大老板，牵连了穆家还有顾家呀。我就是大老板，何须冒充？顾辉煌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这次混入宴会，冒充大人物，不就是想趁机挽回我，得到我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是亲叔的人了，被雄鹰吻过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再爱上土狗呢？雄鹰，顾青书这种绿茶，连攻击都不。又吃亲叔的醋！我说你怎么敢冒充大人物？原来是为了抢婚啊！你为了得到初然，还真是费尽心思。可惜啊，初然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了。况且，亲叔今时今日的富贵，也不是你这种败类能比的。就是啊，就算你盗窃爷爷留下来的资产，身价几十亿，又怎么样呢？亲叔可是慕容家主的亲生儿子，身价几百亿呢。而且亲叔马上就要认万豪集团的大老板为干爹了，人脉通天，是你顾辉煌奋斗一辈子都比不上。哥，我给你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，只要在我干爹来之前跪下来道个歉，我就放过你；不然我就告诉我干爹你冒充他，到时候你不死也得脱层皮呀。拿你干爹压我？我就压你了，怎么了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
就是你，干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就是你，干爹啊？你敢占我便宜，你找死！哎呀，我也不想认你这个干儿子，可我不认，你咕咕叫我干爹。顾辉煌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非要毁了千书，妄想得到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个逆子，马上滚，不然我今天打死你！哎，我就不是来捣乱的，我就算是来捣乱的，我也跟你们断绝关系了。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不是捣乱，不是抢亲，那就是来蹭我们的光了。想结识慕容总裁和大人物，要不要脸啊？你就硬蹭。儿子，你想回归顾家，那就像以前一样跪下认错。只要你认错，我们考虑可以让你回来顾家的。回去干什么？回去继续给你们吸血，继续被你们羞辱吗？儿子，你怎能这样说妈妈？妈妈是爱你的。爱我？你爱个屁啊！当你们知道顾青书对芝麻酱不过敏的时候，你们就应该对我认错道歉。可结果呢？你们不仅没有愧疚冤枉我，还继续跟顾青书一起针对。你有什么脸说爱？你有什么脸说爱？辉煌，我们把你送进监狱确实不对，但青书他也不是故意指控你的，他是记错了。你要恨就恨妈妈吧。监狱的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还抢走了爷爷的资产，斤斤计较什么啊？因为进监狱的就不是你。你知道我在监狱里经历了什么吗？行了，别再提这些烂事儿了。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爱怎么恨怎么恨。现在马上离开青书的任清夜，我们不想看到你。就是，我们现在不想看见你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也不想见到你们啊。可今天这个任清夜，我要是不来，他顾青书就没有干爹叫。你到现在还冒充万豪大老板，你是不是想死啊你？没错，我就是大老板。够了，辉华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知道我们疼爱青书，出来嫁给青书，让你心里憋屈难受，可你也不能干这事呀。万豪大老板那是你爸和慕容总裁都很敬畏的大人物，他的天威也不是你一个坐过牢的人能假冒的。跪下，向全场的人道歉，然后离开这里。妈妈保你一命，不然大老板来了，你就死定了。妈，不能放哥走，他已经冒充了大老板。如果放他走的话，干爹知道会生气的。没错，不能放他走，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有麻烦的。要我说呀，就让他在这角落跪着，等着大老板来处置他。我赵家复义，我们钱家复义，我们孙家复义。顾辉煌，还不马上跪下认罪！辉煌，事情搞大了，要不跪下，待会大老板来了，我和青叔他们给你求求情，让他只打断你一条腿就好了。想让我顾辉煌下跪道歉，你们还不够格。你一个孤儿院出来的窝囊废，在场随便一个人都能踩死你，要不要脸啊？说我们不够格。哥，你就跪下来认个罪吧。要是引起众怒了，我和爸妈可就保不住你了。再不跪下，我就要收拾你。谁给你的胆子打我？顾辉煌，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了？我叫你姐姐，你才是我姐姐。我不认你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过去1年，你扇了我108个，现在我把你2算清你。不要欺负我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冲你来就冲你来！这一巴掌打你装腔作势，这一巴掌打你三番两次招惹，这一巴掌打你湮灭的下体，打你湮灭的下体。混蛋！不许你打秦叔！私自卖我的劳斯莱斯，还装白莲花，你也该打！你个不孝子！你一会儿打你姐，又打青春，又打初然，你有本事动我试试！动你？动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
为我继承大典，又在我认亲宴上撒野，我今天绝对不会饶过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都给我住手！我姑姑来了，大老板马上也就来了。顾辉煌，你死定了！姑姑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有个王八蛋在这砸场子，还动手打人，你赶紧叫人把他给废了。慕容总裁，这就是我那不孝子，已经被我赶出了家，要打要杀随便。慕容总裁，我建议啊，一劳永逸把他废了。他爱我爱的实在是太疯狂，我害怕他会伤害到青书啊。你们顾家跟顾少爷已经断绝关系了？对，断绝关系了，还签了断亲协议。慕容总裁可以不用给我们面子。慕容总裁，能不能饶了辉煌一命，只打断他一条腿？我真的不想看到他死。哦，很好，你们记住你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，千万别后悔。我姑姑来了，你还牛皮哄哄的，再打我下试试？够不够？你够不够？敢当着我姑姑面打我，我弄死你！混账东西，谁给你胆子在这里冒犯大老板？什么？大老板？慕容飞见过大老板。见过大老板。顾辉煌是万豪集团的大老板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不孝怎么可能是亿万身价大老板啊？我真是错失真龙了，不可能！顾辉煌竟然是富可敌国的大人物，我不相信啊！我不相信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在这里质疑顾少爷的身份跟身价？他就是孤儿院的一滩烂泥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成就呢？谁给你胆子在这里冒犯顾少爷？辉煌，你真是万豪的大老板，你什么时候有万豪股份呢？没错，我就是万豪的大老板。至于我为什么左右万豪，就不方便告诉你们这些外人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！我欺负他那么多年，你乱示弱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大老板啊？混账东西！我千辛万苦在这求顾少爷认你做干儿子，可你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他，你还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辉煌真的是亲叔干爹？干爹？怎么想叫干爹了？可惜我不想认你这个儿子了，因为你不配。慕容总裁，这干儿子品行太差，我变了。顾少爷，对不起啊，是我鲁莽了。我原本以为他可以有我慕容家优良的基因，可你没想到的是，你却被顾家给养废了。姑姑，别叫我姑姑，我没有你这种阴险恶心的侄子。你现在立刻跪下，给顾少爷道歉，不然你也没有必要回归我慕容家族。我可是慕容家族的血脉啊！顾少爷原谅你，你才是慕容家的血脉，他不原谅你，你就是我慕容家族的祸。如果你的回归不能带给我慕容家族好处，家族要有何用？姑姑，辉煌，亲叔之前救过我的命，给我捐过肾，他身体不好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冲我来。瞎了眼的东西，给你捐肾的是我。什么？怎么可能是你？这不可能！辉煌，你不能仗着你是万豪大老板就霸占亲叔的捐肾功劳，蓝妈妈真的不喜欢你了。没错，给初兰捐肾的人是我。初兰姐姐，你不要相信顾辉煌，他就是为了得到你的人，得到你的心，在这血口喷人。而且我给你看过我的捐肾证明，医院的院长也可以作证，你的肾真的是我捐的。捐肾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，我的付出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可以霸占。哥哥，如果你想要捐肾的功劳来讨好初兰姐姐的话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是哥哥，我委屈自己，没什么了。鉴定你有没有捐肾很简单，把你的衣服掀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伤口。如果有刀口，我向你道歉，并且让慕容家族跟你认亲。但如果没有，那就轮到你收获了。当初青叔可是跟我们说，顾辉煌抛弃了江初然，是他捐了一个肾救了初然。是啊，当初妈妈也作证是青叔捐的肾，现在什么意思啊？
难道妈妈和青叔一起欺骗了我们？啊，不可能！当初在医院的是青叔，辉煌消失了3个月呢。我那消失的3个月，是因为我换了一家医院疗养，本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可结果是我自作多情。老婆，舒然的事到底谁卷的？是青叔。舒然姐姐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我捐的。青叔，把衣服掀起来，让我看看。舒然姐姐，大庭广众之下掀衣服不好吧？掀！你腰部没有伤。舒然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我腰部是有伤的，只不过我觉得它太丑了，就美容修复了。烟过留痕，只要开过刀，无论再怎么修复，也会有痕迹。况且，我今天已经拿到了你的体检报告，上面写着身体健康，双肾良好。青叔真的双肾完好，舒然的肾真的是辉煌捡的，怎么可能啊！混蛋！你敢骗我！舒然姐姐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就是太在乎你，太想得到你的好感，才撒的善意的谎言。你那么温柔体贴、善良大方，你会理解我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初兰，青叔所做一切都只是爱你啊，你不能苛责一个满眼都是你的人啊！所以你为了对顾青书的爱，就抹除掉我捐肾的功劳，甚至还污蔑我是一个躲起来的懦夫。那不一样，青叔体弱，承受不了失去初兰的痛苦，而你是孤儿院出来的，委屈一点没什么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也不想多说了。你要恨就和妈妈隐瞒吧，千万不要再针对青叔了。把亲儿子往死里整，为顾青书考下一家，你还真是一个好母亲啊！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楚然姐姐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把楚然姐姐还给我，好不好？原不原谅你是老天的事情，我的职责就是让你为我而报。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要伤害我？谁是顾青书？谁是顾青书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抓你儿子了。警察同志，他就是顾青书。顾青书，你诬陷他人下毒，还收买犯人行凶，行为恶劣。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没有，我不跟你们回去。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你最好乖乖配合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行动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有。姑姑，救我！我是慕容家的血脉啊！你冒犯顾少，冒认顾少捐肾的功劳，你还污蔑他下毒，更是顾兄伤害他。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爸，姐，救我！舒然姐姐，救救我吧！混蛋！你这个小人，如果不是你冒领捐肾功劳，我怎么可能会和辉煌解除婚约？如果我不会和辉煌解除婚约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万豪集团的女主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怎么会沦落到现在的境地？顾青书，最后警告一次，配合调查。顾青书，放心，这些罪要不了你的命，最多坐几年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熬过牢狱的关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身价过亿，高高在上，我却要坐牢？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顾青书，抗法不从，还当众意图杀人，证据确凿，现在对你进行依法逮捕。顾少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请你来这人情宴。不关你的事，是他自己心里委屈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怪你。谢谢顾少。顾青书，你还真是穷天极，你不配做我慕容家的子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与慕容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什么都没有。顾辉煌，你害死我了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当众谋杀，
加上污蔑、下毒这些罪行，跟我做10年了，你拿什么不放过我？顾少，你放心吧，就算他10年之后被放出来，我也会找人，立马把他送去非洲挖矿，再也不会让他伤害到你。爸，救我！救我啊！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要是出事了，我妈妈慕容芝是不会原谅你的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当年你出轨我爸，巴不得娶你，你只能偷偷生下我，把我藏进孤儿院，然后扭转顾辉煌，再找借口把我接回顾家。继承大典被毁掉之后，我一无所有，你只能把我的体检资料偷偷发给慕容飞，让穆家接我回去过好日子。你那么爱我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闭嘴！青叔，你不能污蔑妈妈。我没有污蔑，我昨天帮你修手机，我看到了你的手机备忘录，还看到了你给我姑姑发的邮件，我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爸爸是你的出马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要是坐牢了，爸爸九泉之下会不高兴的。什么？秦叔是妈妈和慕容家主的私生子？什么？顾夫人是哥哥当年外面的颜值？顾青书，你给我闭嘴！郑月荣，顾青书是不是你和慕容芝的私生子？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只是个误会。慕容哥哥当年生不出孩子，心情不好，我就试试能不能帮忙。你当时已经嫁给我了，你还在试着帮别人生孩子，你怎么不去认死？哎呀，慕容哥哥当初真的不容易，我不想看着他愁眉苦脸的，我就帮他了。结果老天有眼，让我有了亲叔。我真不是出轨，我只是想要做点好事，而且感情里面那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。你不但出轨，你还为了正大光明的照顾顾青书，你竟然把顾辉煌给我丢掉，然后带着他进入顾家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顾辉煌，你却忽悠我针对他，还打着给他修点毛病的幌子，送到牢里。屠夫啊！你真是个屠夫！妈，辉煌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辉煌呢？我心太小，只能容下一个儿子。再说了，青叔知书达理，有慕容哥哥的温柔，比顾辉煌好100倍。都怪老爷子太偏心了，要是把顾家家产给了青叔，我们现在哪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呀？啊！你真的好无耻啊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女人？随便你怎么骂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再说了，辉煌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还身家万亿啊！富贵，你帮我求求辉煌，放了青叔好不好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还让我帮你替你们两个求情？那爱一个人，不就是无条件的包容他，无条件的让他幸福？你那么爱我，替七叔求点情怎么了？难道你对我一直都是虚情假意啊？你个毒妇，到现在还不做回去？反正我不能让慕容哥哥的种出事。你心里要是有恨，你就恨我吧。青叔是无辜的。慕容哥哥，你张口闭口慕容哥，我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的慕容哥哥。妈！儿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被蒙了眼睛，是我的错。顾先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而且你也说过，你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顾青书。辉煌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相信我能做一个好爸爸。你之所以跟着赵有容和顾青书的节奏打压我，是因为你也想掌控我，然后
剥夺爷爷留给我的股份。是啊，他们俩确实不是东西，但你唯利是图，凉薄无情。你现在知道后悔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，而是因为你怕。你怕无人送终，怕出来以后过不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所以爷爷把他们都带走。辉煌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愿意跟你回去，我还愿意跟你结婚的。你要和我回去？对啊，以后我主外，你主内，咱们两个把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把产业做大做强。来，重新拥抱我吧。你当我这里是垃圾回收站吗？我要你这样的垃圾有什么？辉煌，你可不要这么说，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人。老年痴呆吗？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。辉煌，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还是那个唯一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把肾捐给我呢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这里人多，所以你有点拉不下脸。这样，我们两个现在去开个房，就我们两个，这样你就可以给我求婚，然后得到我的人，接着得到我的心。不过你以后资产还有万豪都得留给我，毕竟我可是个独立女性，我可不会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的。对了，等你的资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，我每个月可以给你3000块钱的零花钱，这样你的日子也能过得舒舒服服、开开心心的。我原以为赵有容跟顾青书已经够不要脸了，但我发现你才是王者呀！你这脸皮啊，比城墙都要厚。慕容总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辉煌这么针对青书他们，肯定是想把我抢回来。辉煌，我可以再答你一个条件，等我们俩结婚了以后，我可以给你生2个孩子。不过这2个孩子以后都得跟我姓，毕竟跟你姓的话，我怕我以后可能会不喜欢他们，而且我以后资产只给我同姓的孩子。来人，赶快把这个神经病拉走，拉到精神病院去。辉煌，你快答应，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宋倾城已经帮你把顾家3姐妹挥霍的资产全部追回来了，他们的公司也已经宣告了破产。我按照你的吩咐，并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去了。顾青书的情况怎么样？顾青书被抓进去了，判了10年。进去之后性格大变，暴力十足，天天在里面打架斗殴，结果一不小心把他脊椎给摔断了。据说他下半辈子呀，只能在病床上待着了。医生说他基本没有站起来的可能。我大哥估计啊，真是要死不瞑目了。那赵有容他们呢？顾富贵那一酒瓶子充满了恨意，直接给赵有容的一酒瓶子打成了脑震荡，变成植物人，下半辈子醒不来了。顾富贵也因为故意伤人被判了3年，听说进去之后一夜之间白了头，还检查出了肾结石呢。给他们都打一笔钱吧，叫医生进行保守治疗，毕竟亲人一场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死。明白。江志然呢？他这几天怎么没有过来纠缠了？他跟你复合不成，前天坐飞机去了缅甸寺庙，说是要请什么东西对付你，结果刚一下飞机人就不见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呢。果然人作孽不可活。这样，悬赏100万，帮警方找找人。好，明白。辉煌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辉煌，姐姐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你重回顾家，我们重新像一家人一样相处。对啊，你不是一直渴望亲情、渴望团聚吗？姐姐们答应你，以后只有你一个弟弟，只爱你一个人。对，以后姐姐的剩饭给你吃，衣服给你洗，一定会让你好好感受姐姐的温暖的。我请问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还想继续让我回家伺候你？我顾辉煌原来是犯贱，但我不会一剑再见。还有，你们根本就不是知道错误，你们是想继续吸我的血，
靠着我过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可惜我的心已经死，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所以弟弟，你不要这样。弟弟已经死了，你挑的吗，偶像？滚！来人，插出去！